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邵峰。8天之内，北京高层连续2次把美国驻港总领事叫去呵斥，还甩出4条红线，连见谁喝酒都要管。可笑的是，习近平自己正陷在麻烦里，对外贸易谈判被川普压得抬不起头，对内军中亲信接连蒸发，权力地基松动。问题来了，为什么一个外交官的酒会能让北京急到翻脸？这不是示强，而是习近平最怕的东西被戳破了。中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10月2号公告称，中共驻港特派员崔建春9月30号约见美国驻港总领事伊朱莉，向他提出了4不要求。所谓4不，包含不见不该见的人，不要与中方认定的不该交往者会面，不同反中乱港分子串联勾结，不得煽动、协助、教唆、资助反中乱港活动，不得干涉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办理。这是崔在8天之内第2次向新上任的伊朱莉施压。伊朱莉今年8月上任，到任后举办了2场上任酒会，邀请的嘉宾包括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和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随即触发中共神经。香港中联办关联媒体文汇报9月24号报道，对伊朱莉进行了狂轰乱炸。中共中央港澳办在转发这篇报道时，特别提到了香港国安法和23条立法，并威胁说，那些还想充当外部势力代理人的反中乱港棋子，要好自为之。美国国务院立即驳斥说，美国外交官代表美国利益，在世界任何地方，包括在香港，这都是在履行职责，是标准做法。刘慧卿曾任香港立法会议员和民主党主席，他认为自己参加美领馆酒会是正常的外交活动，中共反应过度了。在回答彭博社的提问时，刘慧卿说，香港是一个国际化城市，我们应该自由地相互交流，如果我们犯了罪，他们可以逮捕我们。2019年反送中抗争期间，伊朱莉曾与时任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前主席罗冠聪见面。当时伊朱莉是美国驻香港领事馆政治部主管，他跟香港民主派人士会晤，被中共称作是外国势力干预香港的证据。中共官媒央视及建制派港媒把矛头指向美国，声称美国策动港人示威，煽动颜色革命，更有甚者，还在报纸上公布伊朱莉家人的资讯。美国国务院当时就回击了中共媒体泄露美国外交官隐私的行为，形容中共是流氓政权。罗冠聪自2020年流亡英国，目前遭港府通缉。他上周持英国难民身份的有效签证从美国飞往新加坡，却被新加坡以不符合国家利益为由拒绝入境，此事引发广泛国际关注。香港光传媒引述独立记者克里斯陈的说法，指罗冠聪曾寻求美国、英国政府协助，以免被移交香港。罗冠聪认为，任何国家都有权利关注香港事务，最重要的是，香港的民主诉求全都是港民的心声，是港民内心的需求，不受任何国家影响。2020年香港国安法生效以后，香港的民主自由空间越来越狭窄，环境越来越恶化。国际社会持续关注47人案、黎智英案等重大案件。伊朱莉之前的美国驻港澳总领事梅如瑞今年稍早也曾表示，美国总统川普非常关切黎智英案。香港资深媒体人吴志森指出，伊朱莉是经港府刊宪确认的美国驻港最高级官员，这就是说，他的任命已获北京接纳，但这次崔建春的反应显示他抵港后的言行也被监视。吴志森又说，
陈方安生虽然是曾与美国政要会晤的香港民主派领袖，但他已经85岁，近年相当低调，在没有民主派的香港已没有任何政治能量。反问北京和港府为什么要如此惧怕一位85岁的长者呢？他认为这次事件显示，香港既是一个大监狱，也是一个小监狱的现状，说明留港的民主派人士就算再低调和没有案件在身，都可能被扣上反中乱港分子的帽子，被视作黑五类的存在，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都需要受中共政权监控，反映香港已不再有自由。难道中共战狼外交又咸鱼翻身了？近来在中美贸易谈判中，中共节节败退，中共党魁习近平手中的筹码一个个被川普击破，美国和西方对稀土供应链的重组，中共的稀土牌正在失去作用，中共被迫出售 TikTok。 美国副总统万斯对福克斯新闻星期天节目强调，美国已经确保 TikTok 与全球业务分离，并能够有效监控该平台的数据处理，避免外国政府利用其演算法进行宣传。目前习近平还紧握着大豆这张牌不放，不过10月底在川习会上，川普将向习近平施压。彭博社10月3号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预测，下一轮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将取得相当大的突破。贝森特10月2号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我们将看到的最重要的事情，美国总统川普和习近平10月底将在韩国举行的地区峰会上举行非正式会晤。贝森特还表示，他与中共副总理何立峰同时进行的贸易谈判将是我们的第5轮谈判，应该会取得相当大的突破。贝森特认为，中共领导层将美国农民，特别是豆农作为贸易谈判中的人质或棋子，是令人遗憾的不光彩行为。贝森特表示，即将进行的谈判将在原定于11月10号到期的关税休战协议之前进行。这意味着，在贸易战中，最终的赢家正是美国。中共的所谓贸易战没有赢家的说法完全是谎言。没有美国市场，中国经济将一败涂地。中共没有了经济的支撑，政权的垮台将指日可待。美国世界第一强国的名号不是吹出来的，是明明白白摆在这里的。任何正常的国家都会顺从美国的意志行事。例如美国的邻居墨西哥。中央社报道，墨西哥近日接连对中国福法玻璃、自年胶带、巨鹿乙烯涂塑布和钢制螺栓发起反倾销调查。中共商务部10月3号回应称，不应在他人胁迫下以各种名目对中国设限。中共商务部发言人承认，今年以来，墨西哥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已达11起，几乎为去年立案总数的2倍，暗示美国对墨西哥的影响力十分巨大，中共已经难以招架。与此同时，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中大势已去。资深媒体人、熟悉中国事务的日本经济新闻高级撰稿人中泽克二10月2号撰文称，中共4中全会召开在即，但中共军队的清洗风暴仍没有减弱的迹象。中共许多高级军官神秘失踪，至今下落不明。这些失踪的高级军官大多被视为习近平的亲信。属于中共20大中央委员会的失踪军中要员，以及遭到清洗的其他非军方中央委员，预计将不会出席这场为期4天的全会。中共前武警部队司令员王春宁上将被官方证实遭到清洗。9月12号，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罢免4名高级军官的中共人大代表职务，其中就包括王春宁，他是4人中级别最高的。王春宁消失的话题自今年1月起就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很大关注，网络上不时出现一篇诡异文章，标题是我国家武警部队司令员去哪了？但这篇病毒式传播的文章内容仅介绍了王的简历，丝毫没有透露他身在何处。尽管文章标题极具政治敏感性，而且中共网络审查制度极为严格，但当局并未删除这篇文章。在集权过程中，
习近平重用王春宁这样的亲信，将其安插在关键岗位上，比如武警司令员。中共海警是海上执法力量，在习近平主导的机构改革中被并入武警体系。中共海警船只经常进入日本冲绳县钓鱼岛周边海域，还与菲律宾海警在南海争议海域发生对峙。中则克二还介绍了习近平在军中培植的新军中派系的关键人物苗华和何卫东，称这两人是习近平在军内的重要亲信。但如今苗华已被清洗，何卫东自今年3月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后便失联，与两人关系密切的其他军官也陆续被免职。因此目前局势极为复杂，习近平如何维持军中权力平衡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在即将召开的4中全会备受关注。对美贸易谈判节节败退，自己在军中的权力也发生大面积坍塌，习近平只剩下最后一个赌注台湾。光传媒10月3号报道，华尔街日报早前透露，习近平拟试图让川普做出重大让步，明确表态反台独。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明确表示，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我们仍然坚持一中政策，其依据是台湾关系法、美中3个联合公报以及对台湾的6项保证。美国致力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最新报告中提到，美国官员预估川普第2任期对台军售可能超过183亿美元。美国外交政策杂志9月30号中国事务周报中，副主编詹姆斯·帕尔默以台北该如何应对华府为题指出，台湾重启核武可能是台湾最后的招数。资料显示，台湾核武讨论并非新议题，历史上台湾曾在1980年代发展核武计划，但因 CIA 收买台湾核武研发人员张宪义叛逃泄密，美国施压而终止。近期台湾举行核电公投，试图重启最后一座核电厂，但8月24号公投失败，未能达法定门槛。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5天前文章指出，中共拒绝川普核谈判后，美国应加强应对，同时警告中共可能在2027年试图武力夺台。核武专家分析，台湾重启核武的放风，真实落地几率低，更多是战略讯号战的一部分，旨在化被动为主动，确保台湾在印太地缘博弈中的自主性。发动战争是习近平最后的疯狂，川普爱惜和平，绝不让局势发展到战争这一步，但美国不能保证一个对权力执着到发疯地步的独裁者可能会出此下策。一旦台海发生战争，台积电的晶片供应可能就会中断。美国武器装备需要大量先进晶片，为了掌握主动权，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9月28号提出台美晶片制造5-5分构想，这意味美国将西顿定义从台湾独有转变为美台共同韧性。台经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指出，美方认为若台湾晶片产能因冲突中断，美国将无法获得保护台湾所需的一切资源，包括军事和经济运转的晶片，因此美方以此为基调，认为必须达成一定程度的晶片自给自足，或至少是5-5分的共同承担，才能更无后顾之忧地担负起保护责任。这显示美国已经对习近平的战争选项进行缜密和精心的应对。习近平的孤注一掷虽然也筹谋了许久，可目前中共军队清洗不断，高层将领人人自危，下层士兵没有士气，如何能对抗战斗力全球第一的美国军队呢？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